就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灯的升级嘛，对，大灯维修啊，保养轮框、卡钳，然后避震，然后保杆啊，外观套件，排气管。哎，我这个水位是不是好像？其实这样子还可以啦。虽然没有，已经快到 Max 的边缘啦，没有到命在下面嘛，你还离下水位还有一段路。哇，哎，这颜色正常吗？正常。小黑还行啊。是哦，开了1万公里还是有差。那我们来检查一下避震漏油，对不对？对，这幕车看起来是没有，目前没有，看起来是没有。我好怕听到，哎，有，这边看起来也还好。主要他们这一罐机油最大的优点，我觉得是对啊，就是防 LSPI 啦。那它就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几率发生。对，上次我们有提过 LSPI 就是那个低速预燃嘛，所以就针对台湾的环境来做设计。对，这是台湾限定。OK， 那我们就来加吧。OK， 好。我们这次一样是5W30。对，这一罐是几公升？这罐是4公升。现在这个就是它的主值啊，4.06。哦。对啊，它会透过它这样子下去算它的主值是不是这样算正常？欢迎收看脖子解说。哇，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大家还记得吗？约莫在5月还6月的时候，脖子去了 JJ Studio 找 JJ 兄换机油，换了 KG 的机油。时隔现在，差不多也过了半年的时间了。这半年时间，我开了1万公里，现在的机油寿命已经0%了。自己实际使用了半年，1万公里下来，非常有心得，在换挡上变得更绵密、更顺。其实陆陆续续很多车友都有私讯我的 Facebook 粉专，询问说脖子有没有推荐外厂的机油？那大家一定对 KG 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我自己在这一阵子也有稍微做一下网络上的功课。KG 机油它其实是日本政府所允许的5家石油株式会社的其中1家。KG 他们在日本也有设很多的加油站，同时羽田机场他们所用的呢也是 KG 的油。那接着我们要来去一样找 JJ Studio 的 JJ， 因为他搬家了，他搬到新店了。原本是在那个乌来，那现在搬到新店，顺便也去看一下他的新店面究竟长什么样子。So， 我们就 Let's go 吧。A few moments later。好的，没有错，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JJ Studio 的新店面。上次是在乌来，刚好他们搬新家，我们先邀请一下我们的老板 JJ， 嗨，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终于搬新家了，对不对？这也算新店，对不对？算新店哦，从乌来搬到新店区，而且我觉得变宽了，变大了，稍微大一些啦，稍微大了一些，对啊。那一样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边有做哪些服务？就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灯的升级嘛，对，大灯维修啊，保养轮框、卡钳，然后避震，然后保杆啊，外观套件、排气管之类都有，基本上都有，什么都做。哦，OK， 那刚好脖子这次来就是要换机油，对，因为我那个机油寿命已经0%了。OK， 没问题。那通常4万公里大概要做哪些的保养？正常4万公里的话，机油是一定要换，机油一定要换。那滤芯嘛，对，然后螺丝，然后再来就是变速箱油跟刹车油的部分。哦，那像变速箱跟刹车，我之前换过。有换过，那暂时4万就不用换了，对，就往后递也没关系。哦，对，那可能就是检查一下周边啊有没有胎纹啊、胎压之类的。我这次还要检查一个东西，那个漏水事件。OK， 不能这么想，太偏激了。那等一下我们就顺便看一下，的量还够不够，看有没有变少。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 ，OK。好，那我们先看水箱水的部分。水箱水，对，因为那个是检查到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4.5代也有这个问题吗？据原厂表示是有改进，但是据同行表示是好像没什么差啦。是哦，对啊，还是有。我有听到有些客人就是新车买来就去换了啊。对，我这个水位是不是好像？其实这样子还可以啦。虽然没有，已经快到 Max 的边缘啦，没有到命在下面嘛，你还离下水位还有一段路。哦，对，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OK， 对啊。那如果说通常水位少了一点，可以用什么加？正常如果真的要加的话，会建议用纯水。纯水？对啊，尽量用纯水。然后是不是不会有一些什么矿物质啊，可能会影响水冷的管路结晶什么的？对，纯水最好啊。当然能加水箱精理也是最好。是，对啊是 OK。所以我就是要等它稍微冷却一点再加。尽量啦。那如果真的要加，就是一定要熄火，因为这里面是真空状态嘛，如果你打开就喷出来。对，它沸腾嘛，温度很高。是。对，大致上是这样子。OK， 那今天我们大概就是只需要做机油上的。对，我们就机油，然后换一个滤芯，然后周边的检查这样子。OK， 哇，这颜色正常吗？正常。小黑还行啊。是哦。对啊。哇，真的有差呢，开了1万公里还是有差。对啊。
颜色是稍微是黑了一点。一般是不是不建议直接等到那个寿命到0%再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看个人，看个人哈。对啊，你很爱你的车，就会提早换。哎，哦，当然提早换是一定有它的好啦。对对啊，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是稍微比较脏一点。应该不会变少吧？应该不会啦，变少代表什么？漏油是不是？变少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油底可能会残留啊，不要少太多，应该都还好。哦，对啊，少个几十、一点点100-200，我觉得还 OK。我们是加5公升嘛，将近5公升，将近4.7哦，4.7。嗯，那我们还有油芯啊，油芯的油也还没漏。哦，对啊等一下我们刚好要顺便来检查一下那个避震器有没有漏油。 ，OK， 没问题。这算是原厂的一个好像蛮多人都是用到漏油，包括以前3.5代也是有人重复3.5也有，以前也是遇过蛮多，但是没有大数啦，就是有部分的人啦。对对啊，像我们这台4代比较大的问题大概会是什么？就除了水塞漏水，水塞吧，我觉得水塞应该是你们最主要的吧。你说变速箱顿挫，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问题。那个是本来就会。滤芯拆下来了 ，OK， 这样，这是原厂的滤芯。对对对，原厂的 OK。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避震漏油，对不对？对，这辆目测看起来是没有，目前没有，看起来是没有。我好怕听到，哎，有，没有，这边看起来也还好。啊，这边还好。会漏，通常就是你会看到这边都湿湿的啦，就是看起来变更黑啊。哦，对，那种油基本上碰到水它也不会被洗掉，所以那个湿就会一直有。哦，就有那个垢在。对啊，你就会很明显看到它就是黑黑的啦。啊，像这边啊，阻尼芯外围啊，如果真的有很湿的就还好，看起来是没有啊，蛮干净的。哦，对，那就好。这多连杆它是比较常发生，有一点多连杆比较会啊，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看起来是还好，没有漏。哦，那就好。好，那接着我们就来换机油。好，没有错，这次一样，脖子选择上次有换过的 KG 机油，真的好用，而且我觉得它的换挡其实是很顺。好，那我们就接着来换。好，主要他们这一罐机油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防 LSPI 啦。那它就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几率发生。对，上次我们有提过 LSPI 就是那个低速预燃。对对对，就小吸数的涡轮车都比较会好发这种。哦。对，那虽然原厂都是有退点火的一些编程的撰写，对，就是让这个低速预燃不要这么容易伤害到车。对，那可是这个东西还是有时候。原厂写的保护嘛，那当然你多一层保护当然是对自己更好。对啊。所以像我们小排气量涡轮车其实是可以考。对啊。然后它的认证就是那个 SP 嘛。对啊 ，SP 的认证，最高等级 SP 认证嘛。然后还有美国石油协会的认证嘛。对啊。而且听说他们 KG 机油是针对台湾的。哦，这是台湾的版本。对，台湾因为台湾比较潮湿嘛。所以就不是日本的内地的环境跟我们的不一样，不太一样。他们那边比较干冷啊，台湾是湿，然后闷热。对啊。所以机油的配方可能就会有些不同。是。对啊。所以就针对台湾的环境来做设计。对，台湾这是台湾限定。OK， 那我们就来加吧。OK， 好。我们这次一样是5W30。对。这一罐是几公升？这罐是4公升。4公升。对。它通常是加4.7嘛，差不多啦。等一下我们会再拉油尺看一下。等全部加完的时候。我们刚刚又再加了一罐小罐的1公升。对，我们刚刚加了0.7公升，0.7，对。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油尺的，5公升就怕太满，对不对？所以4.7，就已经到 max 的位置了。差不多了。好，对 ，OK， 好啊，就擦一下电瓶。对，看一下啊，一般是多少要？正常他们都是以看内阻为主啦。内阻哦，还行哦，还不错。71%。对，算电瓶还算可以。一般是几趴要换？其实它这个低于50%就叫了。哦，50。但是正常好像也没有一定有人50%就换。对啊。对啊，现在这个就是它的阻值啊，4.06。哦。对啊，它会透过它这样子下去算它的阻值是不是电？这样算正常？正常啊，它都告诉你正常，一般。哦，一般。对对对，寿命71%。是哦，然后充电量是100，所以电瓶应该是没问题。OK， 那我们就盖起来了哦。好，那接着就是我要重设那个机油的寿命，我来试试看。原本已经跳出这个需要更换机油的。
还跳2次。好，我们来瞧一下，资讯嘛，对不对？对，机油寿命没错。然后长按嘛，对，长按。哦，所以100%，OK， 搞定。谢谢我们的 JJ， 谢谢 OK， 好，完整100%，给大家看一下。哎呦，满满的满满的准备改装的，这个是什么？保感，没错，这就是 KG 机油。继上次脖子用半年前1万，实际真的开了1万公里，真的不错。给大家看，它是真的针对台湾的气候所制定的，哦，台湾限定啊，日本制台湾限定 KG 机油。那脖子自己实际使用了半年1万公里，觉得这罐机油其实是蛮好用的，然后在换挡上其实也是很顺。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不一定要跟着脖子一样换这款啊，但是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样子。KG。好了，今天感谢我们的 JJ 兄啊，感谢哦，终于换好了，其实还蛮快的哈，不会太久，不会太久了。所以3.5代也可以换，对，3.5代、基本上我们3.5代是最多啦，最多，对啊，我们的就是这边的客群是3.5代最多，那4.5代现在慢慢多了，对啊，4.5代现在有，应该是不想要在原厂保养，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有听一些什么车友的意见啊，什么可能到外场5000，然后5000这样交替换啊，对啊，也是有做到，所以不管是 Focus 也好，酷卡也可以，OK， 然后除了保养之外，大灯啊等等，林林总总，你想到基本上应该都有了，基本上啦，不要太困难，我应该还可以，对啊 ，OK， 好，那今天感谢我们JJ兄。OK，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要怎么联络你们？对，要粉专放在下方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好，那刚好 MG 有资源有限的 CarPlay， 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脖子也有在用的 Apple Pie Mini 的这个 Ultra， 那一样是插在右边的这个，然后就出现这个画面，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那基本上你什么 APP 都可以载啦 ，Spotify、YouTube。好，这个主画面，那 Android 12的界面，好，然后呢，包含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想要的 APP， 包含 YouTube 等等。这台主机蛮方便的点就是你可以看 YouTube， 然后或者是看 Netflix。好，那我们一样切到桌面 ，Netflix、Disney、HBO 哦等等都可以。Netflix，OK， 好，分割画面，好，所以呢，你可以边看 YouTube， 或是这里放一个 Google Map 等等。然后呢，这里给大家听一下，它一样是就跟我们手机的 YouTube 一样。那当然它也可以插那个网路卡，好，可以插网路卡在机子里面。如果你不喜欢手机去分享你的热点给它的话 ，OK， 所以这大概是 Apple Pie Mini， 只要有支援有线 Apple CarPlay 皆可用，团购付发票及免运费，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